好，各位同学，说起玫瑰，是不是大家就会想到情人节？确实是，玫瑰肯定是情人节必备的一个礼物。但是你要知道，玫瑰在中药中还是可以入药，同时呢，也具有皮肤的保湿功效。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药用的玫瑰以及呢月季的区别。我们经常在花店里买的红玫瑰、黄玫瑰、白色的、蓝色的玫瑰都是什么样的品种呢？那么在药房里面我们看到的入药的玫瑰又是什么样的品种呢？这里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在花店里面买到的或者是看到的都是月季花。不信的话，我们就从以下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玫瑰和月季它们来源不同。玫瑰花是来自于蔷薇科的玫瑰的干燥花蕾，这里花蕾是一个重点。而月季花呢，它是来自于同科的蔷薇科，它植物的月季的干燥花，它已经开放的花。那么从上面的拉丁，大家也都看出它们两者之间是来自于同科但是不同种的两种品种。第二呢，就是它们的采集时间不同。玫瑰花一般是春末初夏的时候，花将要开放的时候去采集它的花蕾，分批采集。而月季花我们又称它为月月红。那么从这一名称上，你就能够看到四季开花的月季花，它其实全年均可采收。基本上花呢微微开的时候是去采集它。那么第三呢，我们是去看它的外形。外形上其实月季和玫瑰是有很多区别的，但是你不仔细看还真区别不了。那么在形状上玫瑰的花瓣呢，其实它是略呈于半球形，或者是不规则的团状。直径呢是大概在 0.7 到 1.5 厘米左右。而月季花呈球形，直径呢是在 1.5 到 2.5 厘米的之间。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药材的大小来判断这是玫瑰还是月季。因为玫瑰花一般来说它是在花蕾期间采收，所以它比较小，而月季呢将是它的1倍大。所以从上面的数据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证了我们平时买的你是月季呢还是玫瑰呢？当然我们也可以看表面的其他的特征，比如说花托、花萼和花瓣。所以同学们对于玫瑰和月季的直径的大小还是要记住的。第四呢，最后让我们来闻一下它的气味，来识别呢月季花和玫瑰花。而月季花呢，它气呢是清香，味淡，微微带一些苦。那么从这里大家是不是可以判断一下，那么月季花和玫瑰花这两者哪个挥发油含量要高呢？那么气味芳香的肯定是挥发油含量比较高，所以大家平时会看到听到有玫瑰精油，而从来没听说过有月季精油吧。所以我们说玫瑰花气芳香浓郁，而相比之下月季花气要淡很多。因此我们从这里也是可以通过以上的4个判断的要点，能够记住玫瑰花小但气味浓，一般呢可以药用；月季呢花大，一般呢我们是用于观赏。其实除了这些我们已经了解的这些判断的一些特征以外，我们也可以从这张图可以了解到两者的茎枝上的刺和叶，还有盛开的花朵来进行区别。玫瑰的刺大多数比较坚硬而密，并且呢偏细尖，而月季的刺呢是比较稀疏，而且呢扁平。玫瑰的叶子呢有一些凹陷和皱缩，并且没有光泽。月季的叶子表面比较平坦，而且呢是有光泽的。玫瑰花瓣呢多开在同一个平面上，而月季的花瓣呢不在同一个平面上。其实有的呢
我们也可以是用月季花呢来做中药。那么两者之间的作用呢，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而月季花呢，也可以行气解瘀和血以及止疼，它也可以用于肝胃气痛以及呢食少、呕恶、月经不调。那我们在店里买到的花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具有月季花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么我们所说的月季花的颜色啊，主要是呈紫红色或者是淡紫红色，而花店里面的颜色特别多，比如说红色的、黄色的、白的、蓝色的等等，这些都关于玫瑰的这些品种。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或者是再怎么样进一步的去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啊，这些品种很多都是通过杂交变种的，也有一些呢月季花，比如说玫瑰花，经过杂交变种以后，它的颜色呢就特别的丰富。那么通过上面的这些特征，我们一起学习了玫瑰花和月季花的一些区别。那你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对比一下？你在情人节的时候，或者其他的节日的时候，你收到的是玫瑰花还是月季花？如果他真送你一束真的玫瑰花，可能你看到的这个要比其他的花朵要小几个 size 的花，你肯定也会觉得还是月季花更好看。所以呀，我们平时买的可能有大多数都是一些月季花，因为它们大，而且呢很漂亮。那么我们美容用的又是一些什么品种呢？其实化妆品啊，用玫瑰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呢？麝香玫瑰、杂交玫瑰等3个品种。当然，月季花也是可以作为化妆品的原料。那么除了我们所说的月季花以外，还有呢香水月季和大花香水月季。这些品种都是收录在我们的化妆品的原料药里面。那么各位同学，那么今天的这个知识点就介绍到这儿。